这次从越南来的舅舅一家到中国，最重要的行程就是要回老家梅县。舅舅虽然出生在广州，但满周岁后便随外公外婆移居越南，所以不会说中文。但因为有着中国血脉的舅舅依然很热爱中国文化，近年来又迷上中国电视剧，也经常跟旅游团到中国旅游，所以在妈妈的邀请下，舅舅决定带着家人到中国来，特别要让孩子们认识一下自己的祖先。到了休息站，这里已经进入了客家地区。这个休息站卖的食物都很有当地的特色。这是黑子的是吧？这一盒小笼包15块。我们买这袋花生吧。到了途中休息用餐的地方，我们现在来的还是比较早，还没有多少客人。客家鸡肉汤，有没有灵魂辣椒酱啊？冰茶。盐焗鸡是客家菜的代表菜之一，太香了。卤水槟榔，酸菜炒猪肠，每次回中国我们必点的花螺。鱼香茄子包，这是爸爸妈妈最喜欢的豆腐包。这个是表哥点的至尊蒸宝，全都是蒸出来的菜。盘里面有一条鱼，然后有一些海鲜、烧麦、丝瓜。这个最特别的是下面垫了一层肠粉，上面的汁淋下来，肠粉就有了味道，特别好吃。第一餐已经很满足了，到酒店啦。这是玉做的椅子吗？舅舅每到一个地方，先是到处看看拍拍，然后写成日记发到自己的账号平台。我觉得这样的特别好，因为喜欢拍照的人更能发现一般人看不到的景色和现象，加上自己对所看到的事物加以评论和抒发，这样的每一段旅行才更深刻。我们的这一套是2房1厅，这边是一个大床房。这一间是2张大床房，房间还是蛮宽敞的。卫生部，这几家。每次回老家，妈妈都会请家乡的子女订好餐厅，约上能来的亲戚聚一聚。
这一次舅舅一家从海外来，侄女特别找的这家餐厅很有特色。嗨 ，Hello， 哎嘿，是吗？好，我们先认那个房间，然后我们再下来。Cậu ơi, cậu đây là con đây là chồng của cô này. À, sư cô. Đi lên. 梅县有几种辣椒酱也都是很好吃的，因为梅县有腌面、腌粉，所以呢放一点辣椒酱就特别的开胃。当地称之为灵魂辣椒酱。这里的沙田柚特别出名，也很好吃。一楼这里有卖很多当地的农产品，有很多的菜干，像这些梅菜干啊。梅菜干也是客家文化的一部分，像梅菜扣肉就是客家菜里一道最有名的菜色之一。哎呀，好，好玩吗？在海外生活的我们最想念家乡的味道，今天点的全都是爸爸妈妈喜欢的客家菜，同时也向来自越南的舅舅介绍中国美食。平安夜平安，健健康康。敲3下，第1、2下不要那么重，第3下的话稍微用点。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于中国中原地区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、山西、陕西一带。由于历史多次战乱，他们不断迁徙来到南方的山区，如四川、江西、湖南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和台湾。心姐一路呢就心想事成，祝在座各位呢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也祝小朋友呢身体健康。因为环境和资源有限，生活艰苦，所以客家人形成了节俭和实用的习惯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客家菜的特点是注重保存和耐放，像咸菜、菜干、腌制的肉类。为了体力劳动需要更多的热量，所以口感偏重，像盐焗鸡、梅菜扣肉。而在广东的客家人又很讲究火候，很多菜色里面会有焖和炖的做法，像焖豆腐、焖羊肉包。煤炭豆腐。客家人多数生活在山里，所以以家常菜为主，少有的高端装饰，吃的是一种土生土长的味道。吃完饭后，侄女带我们去参观这家餐厅的精彩部分。原来餐厅开在拥有130年历史的围龙屋内，房间拿来做包吃饭呢。这座建筑物的主人在14岁随伯父去曼谷当学徒，经几十年的努力，成为当地的侨领后，回到梅州，由他的原配妇人主持而建造了这座围龙屋，取名为承德楼。而这家新源酒家也已经在这里经营有40年，专做传统的客家菜。
里来的鼓声啊？哦，是这里，他们在这里排练。后院这里有很多的包厢，晚上开了灯，还真的是挺漂亮的。对，文字我看。这里还有小桥流水，这个场景很像古装戏里面的场景，都可以在这里拍戏了。据介绍，这里总面积大概有3000多平方，楼上楼下一共有83间房。光线下雨的话，我下雨就走下边这里，它那个下雨的话就这里。这次梅州之旅圆满结束，舅舅非常满意此次的行程，不但看到父母年轻时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，更能品尝到家乡的味道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